戴森最近出了一款看起来比较奇怪的产品，看上去就是一个面罩加上一个耳机，说是可以有便携式的空气净化的功能。我前几天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说实话，我当时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就觉得完全摸不着头脑。戴森的设计师是出了什么问题吗？但是这几天我发现网上好像很多人都在关注这款产品，而且有不少的人正在讨论它。所以我自己又跑回去看了一下戴森他们的一些官方的宣传片，然后我沉下心来仔细的看了之后，觉得其实这款产品还是有点意思，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这款 Dyson Zone。这款产品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便携式的空气净化器，设计的目的就是想帮助人们解决在通勤路上受到的这个空气污染以及噪音污染的这么一个问题。出发点我觉得是很好。那这款产品其实分开来说，它就是有两个部分的功能，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罩喷射出净化过的空气。The clean air is traveling round and then exits through this mesh. 对我来说，我觉得它这个产品比较中心的功能其实是结合在这个两边的耳罩上的，因为通过它宣传片里面的这些片段就能看到，它这个耳罩里面是藏了它的滤芯。我们都知道戴森很有名的就是它的空气净化器，所以它做滤芯以及这个机芯的方面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声誉以及比较好的这个能力的。其实这个便携式的空气净化器加耳罩就相当于是我们平时用的生活中用的这些风扇型的空气净化器的另外一种形态。但是因为你总不能把这个做成一个迷你型的，随时拿在手里面带着走吧，又不方便又很怪，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戴森最终选择把它们做成一个耳机型的原因。拆开来看一下里面的滤芯大概是长什么样的，这个就是那个滤芯的样子。其实我们用了这么久还蛮干净的。然后这里活性炭的一层那个滤芯可以和这个滤芯滤不同的物质，这个应该是看那个视频里面应该是没有这一层的。那在耳罩里面，它除了这个滤芯之外，就是有这个机芯。工作的原理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个机芯把两耳旁边的空气给抽进去，然后通过滤网滤了之后呢，就会通过前面的这个面罩喷射出来这个干净的空气。而且这个面罩并不是像我们平时佩戴的那种口罩一样贴合在自己的鼻部和嘴部的，而是离自己嘴部和这个鼻子是有一定距离的。可能你会说，那这样子不是没什么作用吗？因为还是有这段距离，那不是还是会吸到周围的这种污染到的空气的。其实我也带有这样的疑问，但是看到一些片段里面解释说，它这个喷射出来的干净空气会形成一个这种 bubble， 就是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基本上99%以上都是吸到的这个净化过的空气。我相信可能是因为它喷出来的空气，它会有一定在这个流向上面会有一定的设计，那保证在这个范围里尽量的让用户们吸到的是干净的空气。那说到这个耳罩里的机芯，我相信就有很多人可能有疑问，这个机芯离的跟我们的耳朵这么近，即使它的噪音很小，把它打开成风扇加净化，在风扇是1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声音是没有多少区别的，所以我就把它认为成这个相当于是它开了空气净化时候机芯发出的声音。那我耳朵贴上去的话是能够很明显的听到它那个声音的，虽然它的声音不能够称为噪音吧，就只是一个很微弱的声音，但是如果一直在你的耳边的话，我相信也是挺烦人的。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耳罩当中设计了这个降噪功能的原因之一吧，就是无论说这个它发出的噪音多小，只要有离耳朵那么近，那用户肯定会是觉得很烦恼、很苦恼的，这没办法避免。那干脆就做个降噪的耳机。那既然做了降噪，他们就又顺便把这个耳机还带了播放音乐的功能。其实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吧。那你既然都做成了降噪，干嘛不带个音乐功能呢？我也看到很多博主们，他们比较质疑戴森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耳机，那对音质上面他们就有很大的担心。其实我在看到这些评论之前，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一点，倒不是说我觉得戴森他们第一次做就能把这个音质做得特别好，而是对我来说，这个音质就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既然我去选择这款产品，我肯定更看重的还是它过滤空气这个清洁空气的功能。而音质呢，就是你能听音乐，就是人们在通勤的时候，通常
戴耳机也不是为了多好的音质，就是大部分时候听音乐、听一些广播节目就听个响。所以音质它好，那是意外之喜。如果是一般的音质，其实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我并不会对音质有什么特别多的困扰。那这款机器它进化功能到底有多强？根据一些网上的博主们的数据，说它最小可以进化到0.1微米的颗粒，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灰尘、花粉，然后还有一些细菌，甚至是某些病毒都可以被它过滤掉。说到病毒，是不是 COVID 的病毒也可以被过滤掉呢？那 COVID 的病毒的大小大概是在0.125微米，所以理论上它是可以被过滤掉的。但是这并不是一款医疗设备，所以虽然有可能有这个效果，但是并不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是这也让我不禁想到，如果戴森在这款产品获得了成功，在上市以后确实很多消费者去购买它，那他们以后是不是能花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在研究这种便携式的空气净化器上呢？是不是能够把滤芯做的能够滤掉更小的物质？这样在将来，当然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万一以后又出现了某种传播性很强，然后甚至它的那个病毒的大小比现在 COVID 的病毒还要小的这种传染病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比如戴森出了一个更先进的设备，我们就有能力通过佩戴这种设备把这个传染的可能性降到更低。那我相信对于将来我们防止传染病上应该是有不少的作用的，这是我比较好奇也比较希望可以看到的。最后我们再聊一聊这款产品的价格。我们都知道戴森的产品一直都是不便宜，这些市面上有的降噪耳机也不便宜，所以如果让我预测这个价格，我得先去看看苹果的 AirPods Max 价格是多少。我看到 AirPods Max 的售价人民币4399元，美元售价的话是要549美元。就我刚刚说的，戴森的机器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然后这次这个的话等于是一个降噪耳机，又加了一个空气净化的功能，所以我大胆预测这次这个售价至少699美元。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 Dyson Zone 的一点自己的看法。当然了，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出来，就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出来之后呢，能够看到更多的数据。如果屏幕前的你对这款产品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也非常欢迎你留言弹幕私信和我交流，和大家交流。那今天视频就是这样，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戴森，那如果戴森出了那个口罩，你会买吗？我不会买，说实话，太贵了。因为戴森他自己说的宗旨是要解决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但是我看啊，首先他出这个机器，他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污染的问题，看起来更像是戴森的一个营销的手段。因为据说他们做这个项目也做了5年了，投了多少人力物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什么产品都拿不出来，好像也说不过去。又说，然后他们在宣传片当中又说他们做了500多个，超过500个的这个原型机。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推出这么一个东西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算是骑虎难下吧。